美国简报的信息与观点来自美国和国际权威媒体、智库、政府机构与专家，我们进行了专业的整理、编辑。美国人将永远无法退休，拜登总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帮助他们。英国每日电讯，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需要大约1.25万美元才能舒适的退休，但是根据西北互惠保险公司的一项研究，大约一半的55至66岁的美国人没有个人退休基金，即使是那些经常储蓄不足的人。65岁以上人群的退休投资账户平均余额为40.7581美元，仅为1.25万美元基准的1/3。65岁及以上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为47620美元，而人口稠密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的生活成本分别为90399美元和60353美元。中美关系进入恐怖新时代。金融时报，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·耶伦 （Janet Yellen） 发布了一项3点计划，旨在促进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建设性接触。该计划旨在确保公平竞争和合作，应对紧迫的全球挑战。与此同时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·冯德莱恩 （Ursula von der Leyen） 正在寻求降低中欧关系的风险，包括通过使用战略投资和长期贸易举措。特朗普对拜登发动猛烈攻击。英国独立报，美国前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对拜登发起攻击，称他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总统，并指责他将美国带到第3次世界大战的边缘。特朗普对拜登提出了多项虚假主张，拜登于4月25日宣布正式竞选连任，并指责总统边境不安全，数百万非常危险的非法移民入境。特朗普的言论与他在2016年的声明相呼应。美国面临着2024年这2个数字之间再次摊牌的可能性。中俄合作是否损害了印度的国家利益？外交官米哈尔蒂姆 Michael Pham 在《外交家》中指出，俄罗斯深化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并不损害印度的核心利益，并补充说俄罗斯没有以任何方式帮助中国伤害印度。然而 Pham 指出，俄罗斯实际上通过向印度和中国出售武器来损害2国的国家利益。Pham 还强调，中国被视为俄罗斯武器比印度更重要的客户。目前，中巴联合研制的 JF-17战斗机使用俄罗斯发动机，用于2019年对印度领土的袭击。Pham 认为，印度的外交反应模棱两可，给新德里带来了比实际利益更尴尬的时刻。印度于2017年加入由中国和俄罗斯共同领导的上海合作组织 SCO， 但巴基斯坦同时被接纳加入该机构。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涉及，至少是宣言性的反恐合作和联合军事演习，但印度主要受到来自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和中国武装部队的威胁。Pham 补充说，尽管有后门外交的潜力，但印度的无声压力从未实现或有效发挥作用。俄罗斯与中国不断扩大的合作，加强了印度的另一个竞争对手巴基斯坦。巴基斯坦不再是与俄罗斯没有安全合作的国家。此外，莫斯科对伊斯兰马巴德的热情和中国的支援只会加强印度的信念，即它不能再依赖俄罗斯的安全，必须探索其他选择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市蒸发1000亿美元。彭博社，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市在4月份市值下跌了超过1000亿美元，因为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担忧比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情绪更大。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的美国存托凭证 JD.com 有望连续第6个交易日下调纳斯达克金龙中国指数，这将是该基准1年多来最长的连跌。此次回调之际，拜登总统的目标是签署一项行政命令，限制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。福克斯新闻在没有卡尔森的情况下能蓬勃发展吗？英国每日电讯，塔克·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令人震惊地离开福克斯新闻 Fox News， 引发了人们对鲁珀特·默多克 Rupert Murdoch 媒体帝国未来的根本性质疑。一方面，有投资者认为该频道最受欢迎的主持人的离开可能会导致广告损失，因为福克斯的低成本和高获利率意味着他以前已经经受住了丑闻。另一方面，关于该频道是否有可能转向更传统、更保守的观众群，远离特朗普日益边缘的世界，存在有趣的问题。观察人士认为，这一举动甚至在卡尔森离开之前就已经开始了。然而，很明显，作为 Dominion Voting Systems 针对福克斯的诉讼的一部分，来自法庭文件的报告以及前福克斯制片人艾比·格罗斯伯格 Abby Grossberg 的歧视诉讼导致卡尔森的任期突然结束。美国2月份房价上涨。路透社，美国2月份单户住宅价格上涨 0.2%， 为7个月来首次上涨，原因是年初抵押贷款利率下降提振了需求，但总体趋势表明房价通胀放缓。
标准普尔 CoreLogic Case-Shiller 全国房价指数还显示，与去年同期相比，2月份全国房价指数经季节性调整上涨了 2%， 标志着连续第10个月年度房价涨幅放缓。由于需求上升导致供应短缺持续存在，预计市场将回升。耶伦，美国债务违约将引发经济灾难。半岛电视台，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·耶伦警告说，未能提高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，可能会导致经济灾难。耶伦在加州商界高管参加的一次活动中表示，违约将导致失业，将利率永久提高，打击家庭抵押贷款、汽车贷款和信用卡的支付，并使对未来专案的投资受到威胁。耶伦认为，政府有责任增加或暂停31.4万亿美元的借款上限。共和党人表示，提高债务上限可能与削减开支有关。在俄克拉荷马州燃烧的房屋中发现8人死亡，每人被枪杀。多伦多星报，一个在俄克拉荷马州家中死亡的8口之家的初步尸检报告显示，每个人都被枪杀。10月，纳尔逊一家的尸体在他们位于塔尔萨的家中被发现，当时塔尔萨正在着火。6个孩子被发现在一间下车的卧室里，而父母被发现在房子的前面。虽然其中4个孩子有多处枪伤，但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是如何被枪杀的。最大的孩子布莱恩·纳尔逊2世 Brian Nelson 2至少受了6处枪伤。美国女子在行李中携带镀金枪飞往澳大利亚后被捕。南华早报，澳大利亚边防部队官员于8月15日在悉尼机场逮捕了一名28岁的美国妇女，原因是她在行李中携带了一把24克拉的镀金手枪。这名未透露姓名的妇女没有进口或拥有枪支的许可证，导致边境部队逮捕并指控她。如果罪名成立，她可能会被判处长达10年的监禁。澳大利亚的火器管制制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效的制度之一，对火器的进口和拥有严格的规定。在澳大利亚，每100人拥有近15支枪，而美国每100人拥有121支枪。谢谢收看美国简报，这是我们团队总结分析出来的美国重要信息，来源包括媒体、智库、政府机构和专家，让您在非常短的时间掌握美国动向。需要更多信息与进行讨论，请关注6度世界3w.6度.world。